男孩想说话，可他的嘴巴里却没有舌头，于是只好做出手势告诉女孩，自己的舌头是被人剪掉的。见女孩不明白他的意思，男孩便翻开面前的相册，指了指自己原本健在的舌头。女孩这才惊讶地发现，白天看到的男孩父亲在照片里却搂着另外一个女孩，而男孩则躺在一对白人夫妇怀里，俏皮地吐着舌头。女孩瞬间意识到，她现在的父母很有可能是假的。随着相册翻动，这对假父母曾和多个不同的家庭合过影，并且每次他们怀里的孩子也都不是同一个。再结合地下室里放着如此多的行李箱、各式各样的书包和不同型号的老旧手机，女孩推断出这对假父母根本就是连环杀人犯。他们诱骗不同家庭来到野外度假，为的就是谋财害命。随着男孩将最近他们一家的合照拿出，女孩明白下一个目标就是他的父母。她赶紧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切，准备出去将真相告诉父母，让他们尽快逃离这里。女孩大喊让老爸陪自己玩会橄榄球，可他却表示自己正忙着喝茶没空。情急之下，女孩只能来到花丛边，折断一根树枝，对着自己的大腿就狠狠扎了一下。尖叫声果然引来了妈妈。等他们来到厕所，她赶紧拿出照片给妈妈看。Really, right? 得知这件事的母亲瞬间惊恐不已，看着丈夫还在院子外面和农场主闲聊，母亲安抚女儿千万不要让农场主知道这件事，然后装作成若无其事，淡定地把丈夫从外面请进了屋，将所有事情告诉了丈夫。随后女人赶紧拿了一把刀子防身，然后以女儿的身体不舒服为由，谎称要带着女儿去医院看病离开。然而诡异的是，这时的农场主却并没有上前阻拦，反而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果不其然，就当他们一家人出门后，发现他们的小汽车已经被人扎破了轮胎。可为了逃离这里，夫妻俩只能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准备开车离开。哪曾想这时农场主却突然走上来，表示他可以帮助夫妻俩修好轮胎。为了不被对方看出破绽，夫妻俩只好留下来让农场主补胎。万幸的是，在修理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发生意外，很快轮胎就修好了。就在一家人打算离开时，农场主特意上前拥抱了男人。紧接着，农场主又抱住了他妻子啃了起来。虽然安妮的母亲十分不情愿，但看到丈夫一直摇头不让她露出破绽，她也只能忍气吞声。就在一家人准备离开时，安妮从耳边悄悄告诉杰克一定会回来救他。随后，农场主便打开了农场大门。然而，就在他们启动汽车后，却突然看到了可怕的一幕。吓得男人赶紧停车去救男孩，女人则迅速爬到驾驶室想开车驶出农场，却不料这时农场主一个遥控器就将农场大门牢牢关紧。等到男人把男孩救起来时，妻子和女儿已经被变态农场主控制了起来。随后，农场主二话不说就逼迫他们将银行上的所有存款转移到了他自己的账户，紧接着又让他们给亲朋好友们发信息说出国旅游了。这样他们死了就不会有人知道。就在一家人被吓得瑟瑟发抖时，农场主拿起一瓶镇静剂就打算给安妮来一针。看到这里，安妮的母亲当场受不了了，掏出藏在衣服里的刀子，就一把划破了农场主的脸。紧接着又迅速抢夺农场主妻子的枪，最终他迅速带着家人逃出了房间。为了防止他们逃跑，最后还特意的锁紧了大门。然而就在他们一家准备开车离开时，农场主的兄弟大胡子却突然赶到。由于对方身上携带武器，男人只好把车又倒了回去。为了防止悲剧发生，他们赶紧躲到了一个房间，然后把门窗全都牢牢关紧，想待会再趁机逃出去。然而大胡子并没有第一时间找他们算账，而是先把农场主从房间里放了出来。原来他们是想和安妮一家玩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随即安妮一家便在房间寻找起了武器，然后将两个孩子藏在了柜子里，告诉孩子们待会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不要出来。殊不知，此刻的大胡子已经拿来了一把梯子，悄悄爬上了楼，打算从阁楼进入他们的房间。很快，夫妻俩就听到了楼上传来动静。男人见状，拿起锤子就打算上去看看，只留下了妻子留在楼下接应。不料就在这时，农场主却撬开了家里的大门走了进来。在听到一个房间传来动静后，农场主一把就打算推开门，却不料女人已经将大门死死抵住。然而越是这样，农场主就越是想进去。就这样，两人便在门口展开了一场力气的较量。眼看着对方就将闯进来，女人赶紧摸起叉子扎向了他，这瞬间就疼得对方嗷嗷大叫，掏出手枪就库哧开了几枪。为了活命，女人只好夺路而逃。而就在这时，变态的妻子也赶了过来。就在两人准备好好教训一下女人时，却突然听到楼上传来一阵咳嗽声。原来是藏在柜子里的两个孩子没忍住，随后两人赶紧上楼去寻找孩子。在确认了咳嗽声是从柜子里传来的后，变态便缓缓走了过去。然而就在他一把打开柜子时，却突然被女人用农药刺了一脸。随后女人赶紧带着孩子们开始逃跑，而与此同时，女人的丈夫也和大胡子展开了一场肉搏。就在丈夫即将被大胡子按在玻璃上时，女人及时出现，一锤子将大胡子解决，这才侥幸救下了丈夫的小命。而此刻变态农场主也因农药进入了眼睛，疼得嗷嗷大叫，只能在浴室里不停地用水冲洗眼睛。趁此期间，一家人迅速跑到了楼顶，想利用大胡子用的梯子逃出房子，却不料他们刚刚爬出来，就被农场主的妻子给发现。好在此时女人拿起板砖，一板砖将对方给砸了下去。虽然他们侥幸躲过一劫，然而梯子却被踢到了一边。眼看着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男人只好跳到楼下。
然后强忍着剧痛把梯子又给扶了起来，将家人们一个个的都救了下来。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离开这里时，却不料意外又再次发生。农场主竟然绑架了女儿安妮。为了女儿的安全，夫妻俩只好放下手里的武器。随后母亲就跪在了地上，祈求农场主能饶了她女儿一命。不料农场主却说一个人都跑不了，紧接着就准备开枪打人。可下一秒，安妮却拿镇静剂扎向了他，将一管镇静剂全都推进了他体内。很快，农场主就陷入了晕厥，彻底的失去了反抗的能力。这时的男人想要一枪送走他，可最终他却没忍心下的去手。但就在这时，杰克却突然抱起一块石头，疯狂地砸向了这个恶魔。原来他不仅遭受了变态的割舌之苦，而且他父母也惨遭了对方的杀害。这一刻，他内心的怒火彻底被点燃。故事的最后，杰克亲手为父母报了仇，然后跟随安妮一家离开了这个令他伤心的农场。至此，影片结束。